在以军频繁空袭伊朗的当下，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戈比表示，除非摧毁福尔多核设施，否则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结束。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，自家房子附近有个炸弹工厂，随时都会爆炸，火力军也睡不着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以军的打击重点有3个，分别是纳坦兹、伊斯法罕以及最重要的福尔多，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。不过各位也都知道，伊朗的核工厂大多建在地下，福尔多核设施更是深入地下100米，伊朗大部分的高浓缩铀库存就储存在这些地下空间。那么以军怎么做才能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呢？6月17日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·德尔默发表声明称，以方已摧毁伊朗浓铀缩设施，并继续行动。不过声明没有明确提及核设施的数量和地点。而根据 CNN 的报道，以军的袭击对纳坦兹核设施和伊斯法罕核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，福尔多核设施则未见明显破坏。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证明了这件事。纳坦兹核设施浓铀缩厂地面设施被毁，外部辐射水平暂时没有发生变化，设施内部出现辐射和化学污染。伊斯法罕核设施有4座关键建筑受损，辐射水平正常。目前伊朗3座运作的浓铀缩厂中至少有2座停运，最为严重的就是纳坦兹核设施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，由于外部电力突然消失，纳坦兹核设施的离心机很可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，甚至完全摧毁。以军是如何做到的？在纳坦兹、伊斯法罕与福尔多中，真正能够生产武器级浓缩铀的核设施其实只有2个，分别是纳坦兹与福尔多。伊斯法罕转化中心并不直接浓缩，而是为2者提供6氟化铀，之后离心机提炼浓缩铀。也正因如此，在过去几天的空袭中，纳坦兹核设施成了以军的重点照顾对象。根据数据统计，纳坦兹有6座地上建筑和3座地下建筑，其中5座可以容纳5万台离心机。在以军空袭下，至少2座地面建筑受到严重破坏。国际原子能机构声称，袭击摧毁了试验性燃料浓缩厂的地面部分。纳坦兹核设施的电力基础设施，包括主电源大楼以及应急和备用发电机被摧毁。打击方法也很简单，丢炸弹就行了，比如 MPR-500。这款重227公斤的炸弹由埃尔比特公司开发，最大的特点就是穿透能力强，在撞击过程中能够保持结构的完整性。在爆炸前可穿透1米至 1.5 米厚的钢筋混凝土，爆炸之后也会释放约26000个碎片，精度也不错。MPR-500 兼容 GDAM 制导套件，也属于高精度滑翔炸弹，可以深入敌方防御内部并摧毁设备，比如地下掩体、导弹发射井以及核浓缩设施。在本次以伊之战中，以色列就是这样做的。F-15I 与 F-16I 携带 MPR-500 轰炸纳坦兹核设施。纳坦兹算是伊朗最早的铀浓缩设施，在建设之初并没有考虑太多的安全设施，虽然后续进行加固并建造地下工厂，但也还是有部分设施直接暴露在地面，这些就是 MPR-500 的打击目标。至于那些加固的地堡或者地下工厂就稍微有些难了。为了保护核设施，伊朗不断在纳坦兹地堡上方不断修筑混凝土。在2020年10月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，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，伊朗新建了一座地下工厂，深度大约为40米。仅凭 MPR-500 无法对伊朗那些地下工厂造成严重打击，但这不意味着 MPR-500 没什么用。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说法，以色列并没有损坏纳兹坦核设施的地下部分，但断电可能损坏了那里的离心机。至于伊斯法罕的铀转化设施，基本是地面目标，以军能够将炸弹精准丢到建筑头上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做其他行动，而 MPR-500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所以在过去几天的空袭中，伊斯法罕核设施的受损程度明显更大，4座关键建筑受损。当然，在以上这3个核设施中，福尔多是最重要的，伊朗大部分的浓缩铀都在这里。在2023年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表示，在福尔多发现了丰度 83.7% 的铀颗粒，已经接近制造核弹所需的 90%， 以色列不会坐视不理。只是问题在于，福尔多的防御太好，抗打击能力太强。卫星照片显示，在过去几天的空袭中，福尔多核设施受损程度有限。只要福尔多继续运作，以色列的袭击几乎不会减缓伊朗获得核弹的速度。那么以军怎么做才能破坏福尔多？福尔多核设施位于伊朗库姆市以南约30公里的山区，深埋地下约90米处，主体部分被坚硬的岩石层和钢筋混凝土包裹，仅有隧道入口、通风系统等暴露在地面上，核弹过来都不一定能摧毁该设施。仅凭以军的炸弹或钻地弹也做不到这一点。以军的 GDAM 属于精确制导炸弹，无法打击地下工厂。
MPR500 的穿身明显不够。目前以军最强钻地弹是 GBU-28， 穿透能力不超过6米，连纳坦兹核设施的地下工厂都达不到，更别说打击福尔多了。如果以色列想摧毁福尔多，那就需要使用 GBU-28 钻地弹进行高强度的单点连续轰炸，才有一定的概率穿透防御工事。GBU-28 的穿身为6米，福尔多位于地下约90米处。理想状态下，只需要15枚 GBU-28 连续打击同一地点，就可以破坏福尔多。不过这个难度系数太高，阿汤哥过来都做不到。解决办法也不难，加大剂量。既然 GBU-28 不行，那就上 GBU-57 钻地弹，其可以穿透6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。1枚不够，那就上2枚，可以让2枚 GBU-57 前后在同一地点发动攻击，摧毁地下更深处的目标。不过 GBU-57 的重量高达 13.6 吨，普通的战机根本无法挂载，即使是以色列空军的 F-35I、F-15I 也做不到。在美国那边，一般都是由 B-2 或 B-52 携带 GBU-57。可惜的是，美国并没有向以色列出口 GBU-57，以色列也没有能够投送 GBU-57 的战略轰炸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就只能找美国帮忙了。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不断加大在中东的军事力量，甚至还把 B-2 部署到底格加西亚基地。如果仅仅是打击胡塞武装，美军使用 B-2 就是大材小用，海军、空军就可以完成轰炸任务。之前我们也聊过， B-2 就是特意为伊朗准备的。不过美国是否参与空袭伊朗，现在还不好说。6月17日的时候，哈内格比就表示，以色列正在与美国保持持续沟通，但并未试图说服对方加入。这一行动计划完全由以色列自主制定，涵盖进攻行动的所有要素。言外之意就是，美国是否出手，则完全取决于美国自己的想法。当然，即使美国不出手，以色列也可以摧毁福尔多核设施。既然空袭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选择另一条路，比如特种作战。目前以军已经展示过成功案例了。2024年9月8日，以军发动多重行动，目标是叙利亚境内的一座导弹工厂。该厂位于叙利亚哈马什以西的山中地下，深度大约在70米到130米，主要为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提供导弹和火箭弹。由于深埋地下，以色列空军认为仅靠空袭难以突破。事实的确如此。按照以军公布的构造图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 U 型设施，2017年底开始建设，至少拥有16个大型车间或厂房，用来组装导弹和火箭弹。即使一部分钻地弹突破山体岩层，也无法保证摧毁所有关键设施。在确定空军无法摧毁后，以军特种部队登场了。在这次行动中，以军派出了空军下属的翠鸟特种部队以及第669救援中队。翠鸟是以色列空军，甚至是以军中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之一，是这次行动的主力。第669救援中队则装备了黑鹰与海上种马直升机，负责救援搜索。行动开始后，100名翠鸟特种士兵乘坐4架海上种马进入叙利亚领空，身旁则是2架阿帕奇护航，身后还有21架战机、14架侦察机以及5架无人机支援。在以色列本土还有30架飞机待命，随时起飞。以军突击队员抵达之后，迅速包围外部驻守的叙利亚士兵，并通过爆炸物和叉车摧毁了地下工厂的防爆门。整个作战过程中，以色列自称一共打死30名敌军，包括叙利亚士兵和伊朗革命卫队，没有遭遇激烈抵抗。在清除设施内的威胁之后，突击队员开始执行双重任务。50名突击队员在内部安装炸药和引爆装置，另外50人则继续警戒和监视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突击队员登上直升机，随后引爆炸弹，拆除该导弹工厂。根据以色列国防部的说法，行动全程仅用了2个半小时多一点，并缴获了导弹工厂内的关键仪器、大量机密文件和部分武器等等。从行动细节来看，基地早就被以色列渗透了，详细的地下基地设计图，甚至有可能是原件，都在以色列这边，估计摩萨德也出了不少力。从军事角度来看，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特种作战案例。以军出动了数十架飞机和上百名士兵，便摧毁了叙利亚的导弹工厂。这也向伊朗传递了一个消息：如果无法从空中摧毁地下军事基地，那就使用地面部队进行特种作战。那么特种作战对福尔多核设施有用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以军完全可以效仿在叙利亚的战术，在福尔多内部安装爆炸装置，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离心机等，只不过难度稍微高了一点。以色列空军进入伊朗境内完全没问题，但是想要派遣直升机在福尔多降落，稍微就有些难了。从2016年开始，伊朗在福尔多部署了俄制 S-300以及电子干扰设备，4个入口均有革命卫队24小时警戒，并且福尔多背靠库姆，伊朗革命卫队部署有军队，一旦发现福尔多遇袭，会进行快速支援。以军想要顺利突袭，
就需要将伊朗革命卫队调出来。但以色列与伊朗没有地面接壤，仅靠空降特种部队无法发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突袭，伊朗革命卫队的大部队会一直驻扎在库姆。这也就意味着以军的行动速度必须快。这就有一个前提了，以色列需要获得福尔多的地形与部署。火力军承认摩萨德的确很强，但是想要派人渗透进福尔多难度有点大。作为伊朗最重要的核设施，在此地驻守的士兵最重要的就是忠诚与背景。之前以色列也策划过数起针对福尔多核设施的袭击，似乎都以失败告终。不知道这次结果会是如何。总的来说，以军想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难度是存在的，毕竟还要考虑污染以及伊朗后续是否会继续建造核武的问题。根据美国优思科学家联盟的模拟研究，如果纳坦兹发生严重事故，在特定的气象条件下，那些放射性烟雨会扩散至数百公里之外，那会对伊朗中部与邻国的居民健康以及农业生态造成影响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波斯湾国家，沙特、卡塔尔的渔业可能会崩溃，伊朗及伊拉克的粮食产区污染会导致区域性的饥荒，霍尔木兹海峡若受污染，全球 30% 原油运输受阻，中亚与南亚也会逐步波及，最终通过气候系统与国际贸易链波及全球。这也就意味着以军空袭伊朗核设施还存在一定的限制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利用地面部队接管伊朗核设施，并对其进行科学销毁。只是目前伊朗拥有多个油矿以及铀浓缩厂，从里海附近的德黑兰到中部的纳坦兹和伊斯法罕，再到波斯湾附近的布什尔，伊朗拥有至少超过10几个重要的核设施。如果以色列占领这些核设施，就必须彻底消灭伊朗所有的防空力量和空军，只有派遣直升机进行空降，而且需要空军对伊朗增援的地面部队进行火力压制。在双方没有土地接壤的情况下，以色列很难实施大规模的袭击计划。其次，以色列还要考虑以后。在当前的空袭中，以色列的确摧毁了部分伊朗核设施，扰乱了核武供应链。只是摧毁核设施并不代表销毁伊朗的技术和资料。如果伊朗有需要，可以在几个月内重新组装起来，这不是空袭就能解决的。即使成功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并销毁该技术，但谁也无法保证没有备份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最好的结果就是伊朗同意无核，之后在以色列与美国的见证下销毁核设施与技术，最后美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进行实时监督，以绝后患。如果伊朗执意保留核设施，那就空袭持续14天，硬核销毁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伊朗会同意无核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